近期，在马祖列岛上驻守的台军士兵发起了求救信号，称已经1个月没得到补给了，士兵饿得只能够吃泡面来生存。来看详细情况如何。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位于马祖列岛聚光乡上的驻岛台军近日发起了求救，用国际救援 SOS 的方式，在岛上的沙滩写下了一排大字：马房部伙房都没肉，肚子饿只能吃罐头泡面。马房部伙房主食是白米饭，不要罐头。而岛内有民众坐飞机路过，感到很好奇，以为是有人在这儿遇难了，将地上的画面都拍了下来，并发到了网上。当这一幕曝光后，大家才知道，原来驻守在这座岛上的台军已经有21天没有得到补给了。现在他们的食物都已经被吃光，饿得只能吃一些泡面罐头，连肉是什么味道都不知道了。要知道，在这种边防及驻岛部队，由于任务十分辛苦，身体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对食物，特别是肉类的需求很高。只有保证这些食物的供给，才能让士兵们的营养跟得上，能够发挥出完整的战斗力，不至于饿得没力气。像马祖列岛曾经是台岛的前线，具备极高的战略价值，因此这座岛上就有很多的台军驻守在此。后来两岸开放之后，这儿就成了两岸交流的平台和桥梁，但这些驻守的台军依旧被保留了下来。因此台防务部门的人在看到这一幕后也很惊讶，没想到在前线驻守的台军居然连饭都没得吃，这会对台当局的延长服兵役计划造成极大的阻碍。随即要求赶紧给士兵送补给去，无论是什么理由，都不应该让这些士兵们连肉和蛋都没得吃。那么这群倒霉的台军士兵又是为什么会连基本的食物补给都无法得到保障的呢？按照台委防务部门的说法，这是因为近期海况不佳以及船只故障需要维修的原因，导致多次运送补给时都没能给马祖列岛运到。同时肉类供货商供货不稳，所以肉类出现了短缺问题，暂时用军用罐头代替。说了这么多，总结起来就几点：海上风大过不去，这点还能够理解，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风暴之子哈尔星。船只故障需要维修，这点就不能理解了。运送这么点人的补给，随便一艘小船都能办到，莫非台当局是没船了吗？肉类供货商供应不稳，这点更是离谱。军队的食物居然都是靠着别人供应，万一到战时断供怎么办？这不等着被饿死啊！而就在这帮岛上的台军连肉都吃不到的时候，对岸的解放军却已经实现了顿顿留菜一汤，食材丰富的都开始了厨艺比拼，着实把隔海相望的台军看得直流口水，羡慕不已。像驻守在南沙岛礁的解放军，之前这里连淡水都供应不足，只能依靠船只补充淡水，这样岛上的解放军战士不得不数月洗一次澡。如今这些由我军驻守的南沙岛礁已经安装了淡水淡化系统，每天能生产60吨的淡水，完全足够岛上的解放军使用了。不仅如此，在补给能力上，解放军也得到了极大提升。南海舰队光岛礁补给舰就服役了3艘15000吨级的，并且还实现了冷链运输，大大延长了食物的保质期，让解放军能够吃到新鲜食物。碰上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了，解放军还能尝到大龙虾等海鲜大餐。当然，南海地区的海洋状况复杂，即便是解放军有着10000吨级别的岛礁补给舰，有时候也不能及时将食物送达。因此这段时间岛上的解放军就得靠自己了，但这也不能让解放军们饿着肚子，因此这时候就轮到蔬菜大棚来发挥作用了。得益于我国种植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的蔬菜大棚技术已经十分普及。在永暑礁上，我军就建立起了一个1.1亩的现代化蔬菜大棚。这个蔬菜大棚采用了滴灌、喷雾、雨滴回收、无土栽培等技术，同时考虑到岛上恶劣环境，专门进行改进，还能够防高温、防暴雨、防台风、防腐蚀，
让士兵们能够种上西红柿、辣椒、黄瓜、茄子、土豆、青菜、四季豆等。也正是这个蔬菜大棚的存在，让岛上的士兵全年都能享受到最新鲜的蔬菜供应，完全不用担心出现台军吃饭都困难的问题。在主壁礁上的生态农场，每天更是能收获200斤的蔬菜，别说给士兵们吃了，都能拿出去卖了。也正是在我军强大的后勤体系支撑之下，无论是驻守边防还是驻守岛礁的战士，时刻都能吃上丰富的饭菜，让边防战士们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在冲突中占据更多的有利地位。像在中印边境冲突中，解放军为什么能以少胜多？除了本就骁勇善战之外，与解放军的物资供应也离不开关系。这边解放军天天6菜1汤吃得饱饱的，隔壁印度士兵饿得3天啃一张面饼，喝3包糖冲出来的奶茶补充能量，这能有力气打架吗？这下台军被称之为草莓兵也能理解了，在军队里连饭都吃不上，那还不如回家待着去，好歹能吃上饭。